加入芒果 TV 会员，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周五会员加更版，周二 PD Vlog 惊喜放送。你觉得这个任意门的这个团体带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从一开始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感觉，我是有点不定的，就心里没底的。到最后，我发现碎片里面充满的都是一些都是很阳光的一些碎片。这个团体其实跟咱们节目的主色调很像，就这种暖暖的黄色，包括中卫的沙子、长沙的美食，包括我们在漳州的海滩，包括每一站的一些细节，都拼凑成了我脑海中这5个字吧。然后好像当时对你来说发生了一件情绪波动很大的事情，因为我好久没有这么遗憾过。然后因为在我们演戏那个环节里，我帮大家拍了很多张胶卷，包括折远骑马，包括每一个人都有2张是觉得我人生中拍的最好的照片。然后当我那个过轴过到最后一下的时候，我说还能过，我祈祷它不要坏。一打开盒，脱卷了。我好想看看那个照片到底长什么样，是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些样子。然后我当下又拿出我的微单给他们拍了几张，他们就一直夸，然后就也感知到我可能失落的情绪了。哇，你这拍得很好啊，很好看，哇，然后就觉得好，我得到了安慰了，谢谢你们。描述一下你们第一次合作跟第2次合作的关系上的变化。因为之前也没见过，然后直接就是演一个算是 CP 吧，然后当时也会紧张。变成朋友之后再去演这一段呢，你会更轻松了，就有了一些默契了。前几次我说娜扎在认识之后会发现她其实更活泼，更加的凌厉一点吧。特别是我们在车上，然后他跟龙哥在后面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们2个很可爱。你能否跟我们稍微讲述一下，就整个的你的创作思路？其实就讲一个传承，就讲你很多年轻人来沙漠，我们说旅行、散心或者其他什么也好，其实就是为了总要找到什么吧，去打开什么。人生就是一代接着一代，一波接着一波，然后轮番的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对，因为我开始不是一个玫瑰嘛，不是黑白的嘛。黑白玫瑰其实代表那个时候可能成年人可能有很多悲伤的事儿，所以就插在沙漠里的玫瑰是一定会枯萎的。然后就想，他们俩其实比较像沙漠里的玫瑰，在经过了很多事情之后，决定来一趟沙漠，然后挑战一下自己。他们一步一步登上台阶，其实那个所谓的台阶，就是想人生的困难嘛。然后一步一步2个人走到山顶，那发现山顶好像也很冷，也很孤独。他们也很害怕，跳下去之后，其实我那个跳不是说不好的跳，它是我觉得某些时刻人好像要放弃一部分自己，放弃一部分执着和执念吧，哪怕就纵身一跳又怎么了？然后可能结果发现哇，跳下去之后豁然开朗，完全打开了自己，又变成了彩色。所以弟弟某种层面来说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又找回了童真吧。你平时是很喜欢用备忘录记着你的那些关于演技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思考吗？因为对演戏这个事儿，其实我就是一个，在我这个年纪，我只是刚入门嘛，也不太知道什么是怎么做是对，怎么做是错。但是我可能写这些东西，就是想给自己一个底气吧，因为我一直都不觉得我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演员，所以在每次拍戏之前，我可能都需要提前去做一些功课。那当我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我心里面就会有底。我如果想的越细、越具体，那可能在演的时候，能够支撑我的东西就越多。每次做完这些工作之后，都会面对角色、面对观众，我都能更有底气。
你说你看到那个知乎的那篇文章，觉得陈磊很真诚，打动你。他那篇文章是关于他那个作为一个演员，他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演员其实是挺被动的嘛，他是经常需要被选择，就是要学会在等待的时间里面去沉淀自己，这样机会来的时候，你才有能力把握住它。我们这个行业不太缺努力的人，可能听起来有一点悲观，但确实是这样的。可能7分是靠运气吧，3分是靠努力，但是你不努力是完全不 OK 的。像我自己呢，我一直不会有遗憾的点在于，我是一个比较愿意去努力的人，所以呢，我不会留有遗憾，因为我每一次都会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所以我就觉得跟他有挺多的共同点的。你觉得你算是个有野心的人吗？我是有目标就一定要去实现的人。我如果觉得我实现不了的话，我就不会定这个目标。你为什么会很期待那个大爆？因为你在喊的时候，你期待大爆。因为张玉龙在我旁边的时候，我应和了他一下。但是说实话，我并没有说要把它当成一个愿望什么的，它只是在我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已，你知道吗？并不是说我很自大，我觉得我一定会什么大爆啊什么什么的。我的计划里面就是我可以大爆，不可以也没有关系，也是我这个行进的路线中的另一种方式而已。但是无论怎么样，都会到达我想要到达的那个终点的。我还挺坚信这个事情的。对于最后一次旅行，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吗？按摩，一整季的没按摩上一次。有特别想去的城市吗？城市，重庆吧，在我家门口嘛。那如果去重庆的话，你有什么特别想推荐大家去？那倒是一时间没有想好，就是想到问我去哪儿嘛，我就说重庆嘛，那家门口嘛。那如果去重庆的话，你会充当一个导游的角色？那倒也不会，因为我之前在朋友面前说，哎呀，我重庆人，你放心。然后我们两个坐在车上，他开车，我们差点开出重庆。那就是面对最后一次旅行，最后有什么话想说的吗？希望大家都能够最后一次旅行都能够开开心心的享受完这段美好的旅行。你对谁的名场面印象最深刻？我对大家的名场面都挺深刻的。我觉得最社死的东哥没得跑，那一段穿着黑色风衣的舞蹈秀，我觉得没得跑。那我们再整体说一下我们这次来道孚旅行的感受。美的不像话，就是你会在这里感觉到，往这一站，你去那些景色，就是你会感觉自己跟这些景色好像不在一个世界，或者是有一种错位的感觉，是不是？我是在看什么游戏画面，或者是动画画面？假如下次再来或者再重来的话，最推荐。首先，莫斯公园得去一趟吧，赛马大会得去一趟吧，玉科草原得去一趟吧，玉珠错得去一趟。玉珠错是一种自然的震撼的美，然后因为你可以在那儿看见背后就是雪山，而且拍照特别好看。在莫氏公园，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意外之喜，看到了整片的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看过这样的星空？我有点不记得了，但是那天感触良多。那天看那个星空，因为它真的算是我们的意外之喜。这些都是我小时候最常看到的东西，小时候觉得非常轻而易举的东西，没想到现在可能几年才会出现一次，我就会想到很多小时候的事情。那今天游玩的这些项目里面，就是最喜欢哪个项目呢？我很喜欢那个漂流，还有那个孤独的树，这两个都还挺喜欢。首先漂流就是感觉真的是自己进入了画中的感觉，那孤独的树，你就看到那个景色的时候，就仿佛脑袋里面什么都没想，又感觉脑袋里面全是各种思绪。那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这趟旅行是特别值得的？
我是真是觉得第一站的那个西双版纳宣讲会结束之后，我看到对方队的他们说的话是我给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们未来也要这样做的那一刻，他们真的是化为动力的那一刻，我觉得哇，大家都好认真，我真的很爱认真的人。整个15天的旅行中，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旅行？我觉得最好的先是我们6个人，其次才是我们这种非常良性的竞争关系，然后也由衷的为对方的付出钦佩，也对自己 PPT 的这个制作的认真，我也觉得非常的欣慰吧。如果旅行建议们下一次向你发出邀请，你会继续参加吗？我肯定参加啊，我又不怕累。那如果从6个人的阵容变成8个人的阵容，那你会推荐谁来参加呢？刘诗诗非常爱做攻略，爱得要命那种，就他做攻略做得很猛。对，他就是一个他也是个旅行特种兵。特种兵，他完全的特种兵。加入芒果 TV 会员，周4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周5会员加更版，周2 PD Vlog 惊喜放送。Where to go, this is what I think.